所以要认清楚这个为什么以前练拳站桩3年，干什么啊？就跟盖房子一样嘛。你要盖更高的楼，以前在日本经济很活跃的时候，这是所有以前讲那个什么成长课都会讲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日本的百货公司在德州买一块地，他光打地基啊，他地基打得很大，光地基就打了好几年。可他盖起来呢，盖一个小小的便利商店。他说干什么啊？那时候德州还没有很发达嘛，慢慢因为有便利商店了，买东西方便了，小的超市什么，慢慢聚集的人多了，慢慢这边商业活动多了，慢慢发展起来了，盖大楼了。它上面的一拆，底下地基已经在了，马上就盖大楼。这就是桩的概念，看不懂？所以他们懂啊，他们懂得这个东西的人是最可怕的。可怕在哪里？他愿意花时间在那个看不到的地方，不能马上见功效的地方，他花大部分的时间在那些地方，等一个什么？等一个机会，等一个成长的机会。看不懂？我们练武术也是一样，你是要练1个月的桩，练1年的桩，还是练3年的桩，还是练什么？没事就回来琢磨那个桩，练到瓶颈，我都是这样子嘛，练到瓶颈再回来从桩里面找，再练，再练到瓶颈，再回头到基本功里面找。练武术就是这个过程，不是说你在练了，你就可以一直一帆风顺的往前走了嘛？不是啊，一定会碰到瓶颈嘛。碰到瓶颈怎么办？回头到基本功，因为你的基本功只到这个地方，晓得吗？所以基本功再加强，基本功你体会了，你这个就可以再往前走了。往前走又遇到瓶颈了，表示什么？表示你对基本功的理解跟训练只到这个程度，再回来，基本功再加强，你又可以再往前走了。你知道我最近看很多教古典钢琴的大师在教，不能跳过的一课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能跳过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放松。放松。你去学钢琴，好的老师，你从第1天他就跟你讲要放松，一直到大师了，你在琢磨的还是放松。你放松的越多，你越放松，你可以弹的越不受伤害，越轻松，越快，越流畅。看不懂？所有的老师都跟你讲，你拉小提琴、拉胡琴、拉什么东西都一样了。你要练快速，是不是？你先要放松的够，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还是要不断的回来。你们去看王羽佳，有一个女的钢琴手，王羽佳练那个大黄蜂，有一首快的。很疯狂的，你看他弹，那个手飞快啊，摄影机都抓不到，都流出残影啊，快到那样子，他是非常松的，不容易，晓得吗？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是要你们去练基本功，练3年再往前练，不是的，我要你们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它的功能在哪，它应该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你们可以往前走，往前去练，学这个东西，练。可是呢，你不时还要回来。而你不回来的话，你往后练，你就会迁就你自己的本能去练。像你们这个是本能。
好吗？这是所有人的本能，往前推出去，这是本能啊啊！所以你要做到我说的那个，你要回到基本功来去找，这样不懂啊？所以这个要非常的注意，这是中国武术失传或者说传的不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现在的大部分的人，他在基本功上面他不会下功夫，因为在实用上来讲，他认为练基本功是没有用，浪费时间，是不是？所以基本功花的时间不够，基本功里面的体会也不够，那他就去打或者去表演，他根据打斗的规则，根据表演的规则去做。当他做不到，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本能，用他的本能去做。当你一用你的本能去做的时候，你就走到另外一条路去了，晓得吗？不是说它是错或者没有用，它有用。可是当人是本能拼本能的时候，那当然是强者胜嘛，弱者败嘛。是不是这样子？中国武术就是不去拼本能嘛，因为我的本能不如你嘛，所以我就研究技巧嘛，研究身体的有效性的使用嘛，是不是？我用这些东西来弥补我本能的不足嘛，晓得吗？所以才要去研究这些东西嘛。是不是？我如果今天是那个黑金刚、黑猩猩的话，我干嘛要研究技巧？我不用研究技巧啊，我的本能就胜啊，整座山我就是王啊，这样不懂？中国武术不是这个，中国武术是防御性的。防御性是什么？防御性就是有人来欺负我，那什么人会来欺负我？当然是比我强的人嘛。当然是强凌弱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中国武术的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是弱的，来欺负我的人他是强的，你要怎么办？记住这个，这是他的前提。所以不要一直去追求本能的那个力量。现在在练的那个增加肌肉力啊，增加那个都是在练什么？都是在追求本能的力量。你本能练得再好，你遇到外面一大堆本能比你强的，你还是爆掉。听不懂？所以当我们不是强的上面金字塔那一部分强的时候，你就不能跟别人去拼本能，要拼头脑，要拼技巧，晓得吗？那练技巧需要很用心，要仔细的、细腻的运用你的身体，很多技巧你才可以使用的出来。八卦拳、太极拳里面很多的技巧是那种大肌肉的人他没有办法用的，身体的条件不许可，他那样子用，晓得吗？可是那些人又要练，那怎么办？那就是用他们的本能去练太极拳嘛，去练八卦嘛，去练形意嘛，去练咏春嘛，都是用他们的本能练嘛。那是不是好用？对他们来讲好用，因为他学到很多的动作变化嘛。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动作变化。他的身体不接受的东西，他就不练。晓得吗？他就把它疏忽掉了，然后就变成什么？我在欧洲的时候啊，一堆练咏春的，他们否定说咏春拳的创始人是女性，他们不承认。什么原因？因为他们不可能做出女性的那种咏春嘛，他
用的就是他的肌肉嘛。所以他不可能去承认咏春的创始人是女性嘛。现在很多东方人练咏春也是一样嘛，他也是用他的本能力量在练咏春嘛。所以他们也不好，也碰到这个问题也很尴尬嘛。咏春的创始人到底是不是严咏春？那是不是一个女的？是不是一个尼姑教他的？所以就像咏春拳是不是一个女性的拳？如果是女性的拳，你这种打法对还是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吗？哦，听不懂？啊，所以当我们跳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变成我们用本能去练传统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把传统的东西搞坏了。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练的方向要去尽量贴近当初这个门派的创始人或者前面几辈他们追求的东西，他们的那个身体的条件，我们才可以体会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创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运用的，他是在做什么。听不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但这个是你要追求，你在武术里面你有心要追求它的深奥，它的内涵，你就要这样走。你如果纯粹是要打斗，可能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你的打斗就是在台湾的圈内。你在台湾打到 MMA 的第1名冠军，你到国外去打看，听不懂？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认清楚自己是谁，自己是什么。我说的打篮球，当然你说一般的娱乐，我不反对了，什么东西？可是你打篮球，你想要国际上争个地位，你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西方人设计的运动，它是西方人设计的，它是以高为主的。它推行到东方来，就是看准了你们都不高，你练得再厉害，也打不过他。这是不是事实？篮球运动推广到现在，我们是不是看清楚了这个事实？晓得吗？就是练很多东西，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它的限制，为什么要去推行它？你练健身，你练举重，你练这些东西，你练肌肉，你再怎么练也比不过西方人。听不懂？所以不要跟着他们的规则走。制定规则的人，这个规则一定是有利于他的。所有的规则一定是有利于制定规则的人。所以我们好玩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你认真，你说发展到全国好多地方都是这个篮球场啊，高尔夫球也是一样嘛，高尔夫球场啊，足球场啊，占那么大一块的地方去做那样的事情，我觉得是错的，划不来的。你一个篮球场给我们练武的人练，可以练很多人啊。那我们现在练武的人没有地方练啊，没地方练啊，他们2个人就可以占一个篮球场啊，是不是这样子？以土地运用的效益来讲，是错的。可是以商业的行销来讲，他们那个是商业活动啊，听不懂？那国术不容易变成什么？不容易变成商业活动。
啊。我们要知道它的，我们要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啊，这大家可以想想看了，就很多的运动啊，都是在被割韭菜，后面都是跟着一大批的产品啊，一大批的商业啊。好，啊，你们再练练看。